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继续更新《神奇宝贝》剧场版，题名为《光荣的超魔神不怕》。首先，先来介绍一下故事的大势背景。大约在100年前，荒漠石上出现一只幻之宝可梦不怕。不怕利用他的能力，帮助为他提供食物的人实现愿望。然而，直到那一天，一个混混提出来向胡帕对战，胡帕很轻易的就打败了对手，这引起了人们的喝彩。胡帕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然后来胡帕却变本加厉，他甚至直接就召唤出了神兽，强行逼迫他们与自己对打，想以此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力量。但是这却渐渐破坏了整个城市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个手拿惩戒之物的长者现身，将胡帕封印在了里面，所有胡帕就换了个模样。长者将胡帕带回了自己的家乡，让胡帕和自己的家人生活了近100年。在100年间，长者已经去世，他的曾孙和曾孙女已经长大成人，胡帕成为了他们最好的朋友。为了能让胡帕恢复原本的样子，维亚利提议将惩戒之壶拿回来，于是哥哥便动身前往荒漠市，可是却被里面封印的邪恶力量控制，整个故事便由此展开。此时的小智一行人正旅行在一个城镇，胡帕恶作剧地偷吃他们的食物，这引起了小智的注意。最后胡帕将小智和皮卡丘从光环中拉了过来，就这样胡帕和小智认识了。因为感知到小智喜欢皮卡丘，于是便利用自己的能力召唤出了大含量的皮卡丘，但这却引起了小智的困扰。最后还在皮神指挥下，皮卡丘大军们才撤下了。和胡帕玩熟之后，小智直接将莎莉娜等人也全都拉了过来。得知胡帕能力后，莎莉娜提出让胡帕送他们去荒漠塔，但却从维亚利的口中得知，胡帕是不能自己穿过光环的。而在这个时候，维亚利的哥哥巴尔扎带着惩戒之壶出现了。此时的他已经被邪恶的力量所控制，看到胡帕就释放出了壶里的邪恶力量。胡帕被这股力量附身，恢复了本来的样貌，但此时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，开始攻击小智一伙。众人费了很大的功夫，才让这股邪恶力量重新封印了回去。在修梅二人的讲述下，小智等人得知了胡帕的故事，并同时也知道了修梅两人并不是普通的人类，他们的祖先跟创世神阿尔宙斯认识。经过短暂的平静后，火箭队就来搞破坏了，他们抢走了惩戒之壶，再次释放出了那股邪恶的力量。而更糟糕的事情是，惩戒之壶意外摔碎了，这就意味着邪恶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于是为了救胡帕，莎莉娜和巴尔扎兄妹两人前去荒漠之塔，想再次铸造新的惩戒之壶，而小智和胡帕则留下来对付这股邪恶力量。胡帕一开始就召唤出了神兽洛奇亚，在洛奇亚的帮助下，小智和胡帕好几次躲过了危机，最后逼得邪恶胡帕不得不把他送了回去。见状，小智则让胡帕继续召唤新的神奇宝贝，这次是拉蒂欧斯、拉迪亚斯还有异色的裂空座。而邪恶胡帕这边见状也召唤出了神兽，他召唤出来的神兽就更多了，分别有神奥三兽、布拉多、盖欧卡，就连球雷姆也被他搞了过来。就这样，一场神兽之间的混战开始打响。这场战斗无疑是非常精彩的，不过神兽之间的战斗难免会误伤到路人，还有火箭队这边有果神挡着，才避免了被冥王龙的攻击打飞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在这场神兽的大战里，裂空座表现无疑是最强劲的。他超进化后，先是对付冥王龙，再是对付盖欧卡，最后还在小智指挥下刮起了巨型的龙卷风。不过由于数量上的差异，小智最后还是处于劣势。就在快要被邪恶胡帕抓住的时候，巴尔扎带重新铸造好的惩戒之壶闪亮登场，邪恶力量才最终又重新封印了进去。但是因为其执念依然尚在，只要接触惩戒之壶的人依然会被控制。小智这次就中招了，邪恶力量借小智之口说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怨恨，该留下来的应该是我，你才是要消失的那一个。胡帕回想起了这100年间的点点滴滴，于是便将自己的内心传达给了壶里的另一个自己，邪恶胡帕才最终释然了。然而此时，因为先前胡帕疯狂召唤神兽的关系，导致空间遭到了破坏。为了拯救在场人类，胡帕让小智放出了惩戒之壶里的力量。这次胡帕自然没有失控，他利用自己的能力将在场所有民众都安置在了安全的地方，
然而我之前也说过，胡巴自己是不能穿过圆环的，所以到了最后就只剩下巴尔扎和胡巴两人留在被困的空间里。而这个时候，空间的收缩已经达到了临界值，胡巴这时候才终于明白了惩戒的意义。力量不应该是占有，而应该是为了保护所爱的人。于是便冲了出来。值得一说是，故事的最后，老创竟然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，只不过打了下酱油就消失了。而更让人遗憾的是，虽然这部剧场版出现了众多的神兽，而且有非常精彩的神兽大战的场面，但是票房却只有区26.1亿日元。好，我是阿 P，咱们下期见。